Bro， 我们跨州了，我们从罗佛州的新罗呢，到了彭亨州的云滨。这座桥呢，建于1973年。信罗大桥是连接信罗和云滨之间的往来。云滨最著名的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懂。深海钓鱼。Oh nice！ 耶！ Hello， 你好。嗨，你好。嗨 Hello， 你好，我们去钓大鱼了。出发！嘿，先跟你讲哦，谢谢嘞。因为呢，今天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南中国海上了。如果我们一直直这样子走下去哦，会去到哪里啊？飞到印尼。哦，那边是去到印尼。那你们通常钓什么鱼哦？是最刺激的？旗鱼，所以我们这边就比较多人会来钓这个鱼哦，在8月到9月到10月哦，会比较多。现在不是这个钓旗鱼的季节了。1、2、3 release。现在我们用虾做鱼饵嘛，会钓到什么鱼？会钓到石斑鱼，还有红枣鱼。哦，很好，鱼来咬了。没有了，原来反应要很快，你的鱼竿一抖一弯，你就要马上收那个鱼线。我的朋友有跟我说哈，你感觉到有动静了，对不对？你马上扯，因为你一扯，对不对？那个钩哈就会 hook 到那个 fish 了。哦，是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这条鱼是比较大条一点。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我刚刚本来可以钓到一条很大条的鱼，钓鱼，因为来不及收。我的错，不好意思，鱼的错，我的错。其实他们说钓鱼呢，你一定要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人。有了 ，yes！ 哇，好大条！抓鱼真的不容易哦。Reel it in，reel it in。呀！哇！海鳗，鳗鱼，哇，这个不要拿上来， Serious？ 会咬人的，不要拿上来，那有点恐怖。太贱了。对，来收对。有了！Come on！ 加油 ，Jasper！ 如果错过就完蛋了。哇 Yes！ 哇，大的石斑海。哇！石斑青眼斑。耶！看这样有多大力？哦，哇，看到吗？哦，它的颜色也是很漂亮。哇！你看钓到了多少条？好快哦！哦，我看到了。哇！你看，可怜它了，它连虾都没有吃到哦，它就被勾了。你放进去，他们一家可以团聚了。最佳的喜悦啊，都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哦，OK。等我把鱼拿出来。 Hello， 老板你好。听说你这边有这个服务哦，就是谁钓到鱼就可以让你来煮哈。对，柜台这里哦，有很多贴纸哦，这些都是你自己收集的吗？没有，这些都是顾客他来到就贴上一张他的自己的所在地的招牌，全世界各地，像外面也有是日本的，有一些是韩国的。那为什么他们都会来到这里呢？因为这边出现奇鱼啊，在世界的地图里面，你有5、6个地方可以看到奇鱼。龙边是最接近人类的，意思说你一出海2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到奇鱼。现在我们把鱼呢交给老板，好你们2个呢去做，然后去叫水，然后我跟老板呢去厨房看看他要怎么处理哈这个石斑鱼，好不好？好，哇，你们的鱼很美耶！石斑鱼里面，这个石斑是最好吃的石斑。青眼石斑对不对？。对。这个我们刚才你钓到的那个青眼，我们拿来红烧。然后呢，这个冰呢，就是我们来吃这个手动 1、2、3，把这个汤煮烧了滚了，就是 1、2、3，这个手脚要快。这个冰呢，就是要给它 stop 3秒。 3秒，这个是最标准的做法。然后呢，蘸这个它的蘸料哈，酱料非常开胃，酸辣，对然后加上这这个个鲜。的鲜甜度在里头呢，味道是十分的丰富。这个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铁板青木，要有这么厚的铁板，要烧到一个热度，然后关掉火来煮这道菜，就它不会 overcook。然后这个是酥炸剖鱼，剖鱼就是魔鬼鱼。酥炸的，这应该是第一回吧？第一回连它的骨头都可以吃。对。
这就是我们的红烧。石斑，你看到它的鱼肉呢，这个汤匙一下去的时候，它就很像豆腐这样子。呀，它就分开了。酸酸甜甜的味道，真的是把这个鱼肉的味道呢给提味。好吃。真的没想到啊，云滨这个地方啊，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啊来这里啊海钓，也因此就是激发了老板呢在料理上面呢就有无限的这个创意啊，创造出那么多不同的菜式和不同的煮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敬佩的一件事情。来多多来钓鱼。 OK， 那我们就为云滨还有老板干一杯 ，Cheers！ 干杯 Cheers！ 我们从海岸进入山林，鼓掌！耶！你看，我们从海洋走向大河，路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多，然后高楼越来越少。其实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直良。是啊，直良呢是彭亨州最多福建人的一个小镇。彭亨州呢是马来西亚半岛面积最大的州，1/3的土地都是被森林给覆盖着的。那你们看啊，马来西亚半岛最长的河流彭亨河，最高的山大汉山都是在彭亨州里头的。所以彭亨州呢可以说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山林州属。哇，谢谢哈我们的地理老师哈。刚才我就看到了一个 signboard 哈，他说前面有个燕屋嘞，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不要不要，都讲我怕鸟了，还带我去这种燕屋，我不要。我跟你去哦。OK， 不 nice。要，你不可以，我不会驾车，不可以抛弃我。好了，那我就要抛弃你了。拜。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呀。嗨 ，Brian， 早上好。你好，你是素明对不对？对，我是素明，欢迎。这是什么来的？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播放这个音乐的，来吸引金丝燕来到我们的燕屋里。其实这是金丝燕的声音，来让他们觉得啊，其实这边是有我们的族群在。哦，真的有很多的燕窝哎。现在我们听的呢是 amplifier 播的音乐，那燕子它现在其实是有发出声音的，只是比较小声。金丝燕来到我们的燕屋里做窝、下蛋、孵蛋，直到新的一代它会飞了过后，其实这个燕窝它们就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们就采摘下来。这个是 humidifier 啊 ，humidifier 对，这个湿度要保持在至少85度到95度之间。那因为要让我们的这个燕窝它不能够太干，如果太干的话呢，它会从这个燕板脱落下来。所以你这边呢就尽量的仿山洞的那个大环境。对。这个呢，上面是一个镜子，先往上去看看有没有蛋。哦，有嘞，有蛋就不可以，对不对？可以。这个是空的吗？对，那这个空的呢，我们就可以采摘了。先喷水给它稍微吸了水过后，它就软化了，软化了就不会那么容易断。你就从左边，然后再往右，然后再追，然后让那个燕窝掉到篮子里。哦，哇哦！我生平采摘的第一个燕窝，这些黑黑的都是它的羽毛嘛，对不对？有些是它的粪便。不是，它的粪便呢，它不会在这个燕窝的，它们的粪便都是直接。所以它是 toilet train 的啦。通常呢，早上的时候，那天开始亮 ，parents 它就会开始往外飞，去找食物。如果它有这个小燕子还在燕屋里面，它就会带食物回来，晚上它就居住在这里。原来如此。我们首先呢会用清水去冲洗的，让这个表面上的一些尘把它冲洗干净了，然后我们才会拿去泡发。那泡发通常20分钟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燕窝软化的效果，就可以开始尝试挑毛。养燕呢，是不是直良人的一种传统行业呢？至少10多年的历史吧。近期来说呢，这个燕屋可能就比较减少了。为什么呢？这一区的这个燕子有开始减少的现象。因为我是福建人，所以我带你到这个地方呢，它是差不多要有100年历史的这个福建饼家 ，OK？ 你们看到饼，应该就是这里了，这里了。哇 ，Hello， 这里的老板是我们呢？哦2位，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兄弟，这家饼家呢，已经快要有100年历史了。那创办人是谁呢？是我公公啊。第3代了，第3代了。所以你们营业接近100年，
就代表你们的饼应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吧？一开始做很多种类啦，不过慢慢就减少了。剩下2种，大饼跟香饼啊。这代表这2种呢，一定是他们的拿手。对，哇，会不会很像我们常吃的那个豆沙饼？我这个是豆蓉，它馅料很多哎，很好吃，很香，不腻。吃一下这个香饼好不好？怡宝他们也是有卖香饼，他们那个香饼外面是酥皮啊，这是软 Q 的。哎，对，你吃就要小口慢慢咬，它是越嚼越香，所以叫香饼。2个都带着一种甜甜的味道，可是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这样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制作过程吗？可以啊，在里面。 Let's go。这个就是香饼的馅料，对，啊，里头有什么呢？高粉咯，芝麻咯，这个五香粉、五香粉、胡椒粉。哇，会接力啊，要马上嚼。要示范一下。所以你们一直以来使用的这些食材都是一样的吗？对，一样的。一样的，连步骤也是一样的。对，认真讲，手很酸呢，越嚼越难呢。对，它慢慢硬来，要快咯，然后好了咯。好了，这馅料要放20分钟到30分钟，它会慢慢硬来。过后我们还要再加水，再搅一次。所以那个皮是怎么制作的？糖、水哦，油、面粉哦就行了。对，也是一样搅拌，用手，用机器。哦，用机器。先称好才包了，你们先学的话，你拿一包皮，馅料放进去咯，放中间，这个一个吸这样啊，一个吸盖住它， OK 顶住它，慢慢转，给它拉上来了，整粒包有包住就可以了。哦，其实不容易哦，如果你包不好的话，它就有一个洞，然后馅料就会跑出来。然后大哥这边就会负责把它压成一个形状，嗯，对是吧？哦，对吧？不是这样包的，这个是新的饼，不可以啊，烘了不很难吃啊，那个料哦会黑黑啊。你还没有烘你就知道难吃，试一下。他把你的直接丢掉哎！哇，你要吃的是吧？我用心把。一家人一起经营一个生意，他有没有什么挑战？有没有吵架过？差不多每天都吵架。我觉得虽然这家人他们的话不多，偶尔呢还可能会有一些口角。讲是讲了啦，讲了第2天就算了啦。哦，对对，通常一家人都是这样的。可是看得出他们是一条心的。我是有出去外面吉隆坡读书啊，那为什么到最后会回来这里呢？这里没有人手啊。妈妈，你看到你的儿子呢愿意这样接手这个行业，你会不会觉得很欣慰？还要做就好了咯。我其实想到我自己跟我家人呢，很少有这个机会一起坐下来做某件事，我是蛮羡慕他们的。Let's go, let's go。Happy 你好，你好，Brian，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是 Jasper。给你们介绍哈，他就是 YB 行政业员梁耀文。好，我们坐下来，我们坐下来。因为耀文呢，他是土生土长的，所以他对这里呢，肯定呢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欢迎大家来到彭亨州直良这个小镇。直良特色就是姜酒美食。他们的姜酒都是自己酿的。对，早期的时候呢，传统上我们是坐月吃姜酒。那么在一个机缘之下，这个老板的母亲她有酿制的多的姜酒，刚好就把它做成这个姜酒鸡，就受到食客的喜欢。那么接下来呢，就慢慢发展出很多这个美食。也就是说，不久之后你也要喝姜酒了。哎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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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在直良呢，其实不管是有没有怀孕啊，从小到大我们就已经习惯吃姜酒了。哦，老板来了 ，OK， 这是我们的味道。好，来，这是姜酒米粉啊，上面一丝一丝的是什么？这个是姜丝姜，然后我们把它变成那个丝了，然后拿去炸。其实我们有没有机会品尝你的姜酒？啊，有啊有啊。所以这整瓶都是你自己酿的。对。它的味道还是有姜味，比较辣。对啊，你要慢慢喝，很香哎。那你喝了，你整个人烧烧。你已经够烧了。那今天呢，我们有特别的准备了这个姜酒福建面，还有姜酒炒面粉糕。吃完米粉的时候呢，
加上那个姜丝，它就有一点辣辣的味道，而不会很呛，吃下去的时候就很舒服。我喝完它的汤先。还可以再试试看我们的福建面或者是面粉糕。直良的福建面呢，它的特别呢就是在于它的面条，它跟吉隆坡的面条那个大陆面福建面不一样。你看它是比较扁平状的，比起我在新加坡吃的面，它的碱水味呢没有那么重。小时候很不喜欢吃面粉果，它有那个面粉的味道，太粉。今天我吃到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点像宽面，很薄的，它在你嘴巴里面哇融化这样子，恰到好处。它有一定的咬劲在那边，它又不会黏糊糊的。而且它好处好在于它的面积很大，所以它裹上那些汁的时候，你吃下去就满满的那个姜的味道啊，还有那个汁的香气在里头。现在你已经介绍给我们啊，你们的这个地方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口味。那这边有没有哪一些地方你认为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直良、三良、善心老人院。为什么要去老人院？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它就不是想象中的老人院。哇，这不像一个老人院，反而像一个社区哦。哦，对哦。其实我们要找三娘。哦，他应该是三娘了。OK， 嗨。我们来了 ，Hello， 嗨，你好，你好，你好，您应该就是三娘吧？善良，对。你好，我是 Jasper。你好，我是何门。你好，我是陆江啊。想请问你啊，为什么人家称你为三娘呢？哦，因为这间老人院是3个姐妹开的。我的好朋友讲，你出钱，你出地，你做大娘。我讲我现在做慈善，大小排名，所以他的年纪大。那时候他是60多，我50多，我40多，走了22年，所以我们的招牌是这样来的。大娘跟二娘他们在哪里呢？还在这量的，差不多一个80，一个70多，我都要讲70了。我妈妈当年是有一点忧郁症，我是纯粹开一个小型的老人院，给她过日子啊。到今天的发展，这个是不是我想的？这太多人捐款给我，我就拿人家的钱，把一栋一栋大楼建上来。这里有洗肾中心，也有精神病患者住的那栋楼，还有一个大佛堂、残疾中心，还有癌症中心。你看哦，整个壁画都是我老人画的，我老人画的，不是请人来画的。我收的是大多数中央医院的老人，就是无依无靠无依无靠，还有没有收费的？什么时候啊，你就有这个领悟，或者是这个决定啊，把你的这一生啊，就是奉献给照顾这些老人呢？我有时跟我的工人讲，帮人家举手之劳。功德最大，你看到那个人得到你帮助，他又改变生活，那一种喜乐，享受当下你做的、你感受的、你享受过的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这个旅程啊，突然间来到一个老人院啊，会不会很奇怪？其实我觉得不奇怪，因为我都有朋友和包括我自己，他们在旅游的时候呢，做一些善事，看是否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可以贡献出什么。跟他们分享的一些体操，那些全部都是我妈妈那边学来的。你先教他们第一步，再教他们第2个 step， 再教他们第3个 step， 后来你全部拼凑在一起。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呢，是在锻炼呢他们的脑子。1、2、3、4，回去1、2、3、4，这边1、2、3、4，鼓励的掌声来，耶！拜拜。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分饭给老人家，慢慢吃，慢慢吃啊。就这样。一开始送饭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本身是很内向，所以看到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安迪，我在那边 ，hello， 来，我的脸有一点僵硬。不会，这边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跟他们讲哦。好吃吗？可以，好吃，可以吃就可以了，吃饱就对吗？对，最喜欢吃哪个？什么都喜欢吃。从新加坡来，哇，这么远啊！哇，这么你知道新加坡在哪里？来看你啊！姐姐，你们到哪里？
有你们年轻人来找我来看我们，你知道要感恩吗？这是我们应该的吗？不要忘记，多少人给我们在等。哎呦，很厉害，唱歌嘞！这首歌也提醒了我，应该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能够回馈这个社会。感谢你，聊这么久。哎，不会，你们开心就好咯。我就觉得很心酸的一件事，就是当我看到他们在这里很简单的吃，很简单的睡，身边有人有朋友那就足够了，就希望他们能够真心的开心啊！他们对我笑的时候，你懂，他们笑容就是很简单，他们开心他们就笑，就给我那个感觉就是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不可以让老人家看到我们酷。当我们在做慈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这个字去除掉，要把 focus 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他欢笑，给他快乐，带给他一些正能量。哇一条好，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哇一条好，祝你们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口常开，谢谢你。啊，谢谢你，天天开心，哇！多谢。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给你一点福气。哦。其实刚才来的时候呢，就瞄到他们就有种那个斑斓叶嘛。新加坡的pandan cake呢，感觉上呢好像是举世闻名。这边的负责人也跟我说，他们这里人呢是蛮喜欢吃那个 ondeh的。我就在想，其实我可以把2个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儿。现在呢，我先把这些 cup 给排好，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呢，把它每一个呢都填上大约70%，然后就要马上送入烤箱，要不然的话呢，那个 cup 呢就不会蓬起来。全部给我起来，起来，起来！敲门，你在不在？哇！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 cupcake 呢都放在这些小盒子里头。不过在上面呢，我会插上这个小爱心。小爱心，因为你看呢，整体看起来是白色的，对不对？对。你再插一个小爱心在上面呢，就是 Love from Singapore。哦。红白吧。其实，在 cake 的上面呢，我已经涂了这个 gula melaka， 就是一层的，再加上外面的这个 coconut 哈，所以你在想，你是吃 ondeh 还是你在吃 pandan cake？ Yes。现在我们就去发给老人家们。好，我们回来了。Hello， 你很能摘哦。好，谢谢。刚才我在楼下我们的餐车呢，我就做了一些小点心给大家吃，是一个甜点。陆江嘛，我是陆江啊。下一句刚才你讲什么啊？这个比较胖。哎呦，我很庆幸我能做我的这份工作，因为我的这份工作为大家呈现某些节目，或者是给大家看一些戏，在大家的人生当中呢，有一些感触，有一些娱乐。没味可口。希望你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OK， 谢谢你们，拜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你很难去相信世上真的有好人。然后我在跟3娘聊天的时候呢，天底下好人多，善心人士的人多，缺钱但是关关都能够过。世上真的有好人，我相信这一点的话呢，我就姑且放下一下防备心，真正的去感受这世上是有美好的一面的。这呢，就是我来到这个老人院最深刻的感觉。淡马鲁特么洛，在马来文的意思呢，就是安睡，跟我现在一样，跟我一样。那它盛产河鲜，也有很多种植园。等一下转左，我们就会去到一个果园。果园啊，看什么果？来让我猜一下。菠萝蜜哦，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特产。然后呢，我们下面那2个兄弟啊，一个叫做伟伦，一个叫做伟强。
Hello， 你好，你是伟伦啊，我是伟伦，你是伟强。对对对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这样你可以上我的车，进我的果园。 OK，Thank you。 OK， 可以来出发喽。所以这就是他的果园了嘛。放眼望过去呢，都是这个菠萝蜜。哦，抓紧抓紧抓紧。 Ready， 下。啊！有点慢哦，你刚才在下啊。往右，我不要吃。可以了，到了。全部都是你们的？这边全部都是我们的，大概有25 acre。以足球场来说呢，多少个？大概有20个足球场。哇，20个真的很大哦。足球场很大。那我们要开始踢足球吗？可以，我带你去参观。来，踢菠萝蜜啊，踢菠萝蜜。那这里可以啊。这里种植菠萝蜜的品种都是一样的吗？对对对，这边种的是41。那最普遍的品种呢，就是到处可以吃到的，是 J33。J33的江湖地位是不是好像 D24这样？它应该是在猫山王。如果是我们要再吃更好的榴莲，就是黑刺。这个J41就属于黑刺。哦，41就是啊。这个树哦，有没有分公跟母的？果树是没有母，只有花蕾有母罢了。你看到这边，它的已经成了。公跟母就是很靠近。哦，所以他们是赛百赛的，天生注定这一对的。对，它有个公一个母。到了某个时间呢，这个公的呢就会变黑。掉下来，它会淘汰。那个母的那边呢，就是成长。我然后过了们所要包几个月，它就要包起来了。啊 ，OK， 我打开来给你们看。哇，这里果已经包了差不多3个礼拜。你们怎么去种植它的？我们是挑最美的果实，在我的工厂加工，培养出来最美的幼苗，等它成长了，过后我们就拿来这边种。你们要尝试吗？你给我们一个挑战啊！来，我们喜欢挑战的。挑战，可以。如果谁选的最好的位置的话呢，然后另外2个就被惩罚，被惩罚去割草。OK， 可以接受吗？可以。好，哇，你们口气很大哦，都 OK 哦。走。大家要准备了啦！这棵树已经是培植到最好的，大概有8个月了。你们1人选一棵，找一个地方种。哪一个地方呢？它种的树最漂亮，你就去那个地方种就对了。我们要用脑，你看我搬树也是有用脑的，不像他们这样。他们讲最好是在斜坡的那个地方，如果下雨的话呢，它排水会排得比较好一些些。反正都这样累了，就多走几步了哈。可以了，我要试一下它的地是怎样的。里头呢其实是有点湿度的。这个我们的生根肥，等下要撒下去的。其实这边蛮不错的哦。对呀。可以了啊！你先除那个草范围先。这边很多草哎，看一下它的土，这边土很硬，可是这边土很松。咦，这边土可以耶！我决定选这边，这边应该以前有一棵树，你看被烧掉了，所以这边应该是宝地啊！哎呦，这样硬的，哎，石头。加大汗就要从这边出去的，它就很松，看到吗？这样应该差不多够深了吧？还不够，还有多少？还要多6寸，6寸大概这样高。所以我才挖到一半啊，挖到一半了。继续加油。谢谢你。再得了弟弟，等一下要找哥哥。We work smart, we don't work hard。哇，他满头大汗，真的很热，应该是这样撒。这不是种完了吗？哥哥，怎样啊？除了还不错。现在你给我什么？这个就是生根肥啊，太多会死掉的哈。我们是用1扎，我要放点水在下面先。可以，然后你就淋湿它，我下去哦。好，伟强，我认真觉得，不够深，而且我不懂得怎么正确的挖。我们就是先这样子下，哦，弄软它，啊，弄松它。塑胶袋呢要拿掉了吗？要拿掉。哦，要拿掉啊！把它放进去，然后就撒这个生根粉，快高长大哦。现在哦，你的手伸下去看一下大概多少？刚刚好。OK， 撒生根肥，这些全部是幼根，慢慢下，不可以伤到它的根。那个泥土就一点一点，可以用锄头泥土拉过来，慢慢的铲，草不要下，树枝也不要下，慢慢的踩，压一压它 ，perfect 啊 ，perfect。好了，宣布结果啦。它选择的土壤非常肥沃，地质也很美。
他选择是火烧泥，那棵树我们烧了它的泥土，很肥沃，所以第1名就是这位，就是错了。谢谢老板，谢谢老火板。烧泥，算了，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就割草，我使唤他们可以吗？等一下你负责开菠萝蜜，让他们品尝。 OK，没关系，我不用被太阳晒。可怜咯。我从小到大，每当我看见人割草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很想玩这个东西。当然了，我就要自告奋勇，满足我多年的一个心愿。陆战大哥，我选最容易的割草，割草容易哦。割草比较辛苦啦，背着这样重的东西割草，然后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啦。 OK 哦，很不错喽，继续。漂不漂亮？哇，哎，它的颜色很漂亮，怎么看得出？这个菠萝蜜它是属于甜的。它的声响砰，第2，它的水线、它的眼线已经开了。哦，这个应该是在15公斤左右。哦，没有我想象中难切。是重的，哇，很重很重。那老板啊，那我们应该试哪一个先呢？从38吃到33，然后再吃41。好 ，OK， 那我们从38开始。 38，它肉比较大包。以它的甜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1茶匙的糖，它的汁都滴下来了。来，这个是33。哇，它比较中包，不会就很大包。这个的口感我比较喜欢，后劲儿哈，就带来一点点的酸，稍微比较脆一点，但它没有38的来得多汁。 J41，你会开吗 ？I'm a fast learner。转跟拉出去。它的刀工应该是蛮不错的。然后压一压它。嗨，来我开。哎，买的。哎，错了，那你把它按暖它，跟你讲。哦，它的颜色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它肉的颜色不同。哦，好像你在吃蜜糖的感觉。而且它也有33的那种爽口跟比较脆一点的肉。无论是33还是38，它们就是普通的白糖。这个呢是 Gula Melaka， 清香，那个味道，它的浓郁的那个味道在那边。所以我们在的这个地区啊，就是德门洛嘛，对不对？对。除了你们的 plantation 之外啊，还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我们不应该错过的呢？在这边最出名的就是登波亚一盖巴丁。登波亚，它是发酵了，榴莲掺了咖喱。榴莲鱼我还没有吃过哎。所以美食交流会，我是这样子想啊。当我一想到异族同胞的时候呢，我一定想到纳西勒嘛。所以我在想，我或许可以做一个纳西勒嘛。那老板啊，我可以跟你拿一些菠萝蜜，那这样美食交流会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饮料。可以啊。陆江哥 ，Welcome to 德门洛。 Thank you。人家广东话说带2梳蕉啊，我很有诚意耶，我是带2粒榴莲来欢迎你。它其实是马来西亚半岛最长的河，叫彭亨河。等一下，重点是你会煮吗？我其实之前访问讲我会啦，我不懂我现在应该要继续这个谎言还是？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他不会煮的。重点是今天的不难啦。开单了。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纳西勒玛。纳西勒玛，哇哦。你可以帮我清洗这个米。洗米。何门，你应该有刚刚跟他合作过，对不对？有，在那个翡翠山里面。你跟他有蛮多的戏吗？还是没有，就那么1场戏而已。我只骂他一句：“你大伯，你也没有看清楚，你也打他，这样就完了。”哇，你还记得这句台词？大概这样子咯。JoJo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呢，就是他蛮帅气的，能言善道，非常的可爱。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放在这个饭锅。OK。然后来按。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的呢，其实呢就是阿桑用手呢，就是跟它 massage， 直到它的肉啊出来，然后只剩下这个种子。这个是本拉酱，就是要 toast 它弄碎。你是怎么出道的哈？我选美出道的。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当演员的，我一开始是主持节目的，而且我一主持第一个节目就是 live show， 他们直接就给我一个 live show。我每一次在节目开播之前，紧张到肚子痛。是，其实我跟你说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表示你很在意，你很在乎，也就是说你很希望可以做得最好。我自己的人生哲学是自己选的路，跪着都要走完。所以就继续下去了。对，找到了吗？好像就在前面这间。我们要找港珠。Hello，港珠
Yes. Yeah. nice to meet you. We are here to learn how to make tempoyak. Sure. Let's go. This one we call the tempoyak, fermented durian. 榴莲我吃了多，发酵的榴莲我真的还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我不知道它味道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开始做吧，来。 Take the flesh of the durian. Take away the seed. 不要浪费啊。And then what's the next step? You massage the durian 啊。Massage 然后你是一直按它，一直按它，变成一丝一丝，然后最终呢按到它软烂为止。啊。之后呢你就加盐，然后之后呢就放在室温大概2到5天呢就足够了。因为发酵的过程呢，它会产生很多气体，所以呢，姐姐刚刚讲说，我们不可以装得太满，不然呢，等一下你整个罐子就会爆。对，鸡巴爆。对 ，yes。 I can understand. I cannot.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加了盐的榴莲。哦。你害我呢。 Memang awak tak makan. 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 Jasper 叫我去吃，而且我又笨笨的去吃，因为它根本就是榴莲加盐，你要它的味道怎样 ？This has already been 3-4 days. Week already. 它的质地也不一样了。榴莲的酸奶昔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味道。So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cook this tempoyak? Patin masak tempoyak. This is ikan patin. Ikan patin is originated from river in Temerloh. Temerloh 也是被称为巴丁鱼之乡。 And then the tempoyak just now lah. 它这个颜色不一样嘛，因为它加了辣椒，还有黄姜，一定要用新鲜的黄姜，不可以用它的粉，味道差很远，差很远。 It's about 2 bottles of the tempoyak. 2大勺匙。 So we stir it. If you want to use the one asam gelugur, sometimes different type of durian, the taste also different. That's why we must taste before we adding some salt, sugar and seasoning. 现在我们要让它煮1个小时，等下熬到那个味道全部都出来。 刚才你说着说着，我把本拉酱啊都放进去了，那个虾米可爆香了吧？一定是变成 brown color。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仁巴给放下去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你现在觉得油很 ？Smells so good now。然后这个时候呢，麻烦你替我加油，加，真的这么多？加，这么多，谢谢。当我跟它翻一翻啊，搅一搅的时候呢，那个油又不见了。Patin masak tempoyak. It's 1 hour already. So time for you to put the fish. Be careful. Slowly. Slowly. Right. Good. One by one. Second one and the last one. Okay. Yeah. OK. Alright. And then you put kesum. 全部放进去。这个我喜欢，姜花。哎，没有很大耐心。Okay. Timing for 10 minutes. 我们现在可以吃我们的成品啦。先试一下它的汤汁，它的汤汁偏酸跟辣的，可是它真的有一点点像阿萨姆，煮出来它不会太水，它有一定的浓度。1秒后，你整个嘴巴里面留住的那个香气其实是榴莲，味道真的是很饱满啊。我们吃一下鱼肉。 河鱼跟海鱼肉质真的是不一样。海鱼呢，它的肉质比较 Q 弹，可是这个呢，它是绵绵的感觉。它的肉基本上是偏甜的。刚才呢，我就加了一些古拉马拉嘎，它会让你的那个整个三包呢更有一个层次的味道。你加白糖的话 ，a flat sweetness，a flat sweetness，no character。所以呢，你就要放一个。 有 character 的，再加这个没有什么 character 的 as 配角，那个颜色越来越美了，对不对？真的。吃南西冷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搭配那个炸鸡嘛，对，我会用 buttermilk 来腌我的那个鸡肉，它就会使你的鸡肉更加入味，然后更加软，对不对？哦，他们回来了。躲起来，我躲起来吗？你要躲起来。躲哪？你要躲哪里？我们的战争就这样而已。我就躲在你身后。OK。Brian 哥哥 ，Yes， 我回来啦！嘿，嘿，欢迎回来。哎，什么声音 ？Guess who？ Guess who？ 你不要看。哎。喂，肢体的声音。哎，舅舅，大嫂，看到了，大嫂。 好大嫂，真的好久不见！你怎么跑来这里啦？
啦，大嫂。哎，中美叫我大嫂的，你我应该叫你什么没大没小，叫我大伯。对，我应该叫你大伯母。没事，就叫我大嫂好了。Hello，现在我们要油炸鸡翅、鸡腿。通常呢，有食物呢就要有饮料，所以我就会负责去做饮料，那你就跟着我就行了啦。我跟着你啊，你跟着我，我要跟你叙叙旧了。走吧，我们一起去。然后你在这里，没有来开玩笑。你看，可以来啊，来走。我们其实要做什么 ？Stay， 菠萝蜜 ，Stay，Good boy。现在我们要炸鸡了 ，OK， 好不好 ？OK， 有没有炸过鸡？没有。会炸吗？不会。哥哥，这样可以吗？你拿起来了之后哈，shake 一下 ，OK， 来下一个。哇，很漂亮。哇，这个真的很 pure 哎！你看，这是一个 paste 哎。然后就放多一点水哦。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炸的就是 papadum。首先呢，你的手脚一定要快，因为你丢下去哈，它一蓬起来哈，它不要变 brown 的时候哈，你就要把它给拿上来了。你一次过放这样多的，不然呢，每次长一片而已，怎么做生意啊？跑出来，全部跑出来！要翻了，颜色变了，马上跟它翻过来，按下去，翻，再翻。 OK， 好了，拿起来。哦，有点金黄色，可以吧？Sorry，It's OK，这里还有油哈，你看现在是脆的 ，OK。我们要这样，有点醉啊！哇！上菜喽！哇，来喽！哇哦，很胖啊，很漂亮。今天为了你啊，我做的非常的辣。那这样我不是不能吃？就是要你战胜你的那个恐惧感。辣椒很香，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那个虾米的味道当然是有的，就非常的香。虾米的 texture 还在，那个辣度就突然进来了，我就感觉到哇，它是真的蛮辣的哎。你 OK 吗？我 OK 了 ，OK， 还可以继续吃了。完全满足了那种喜欢吃辣的人。哎，你还有我们的饮料，我们那么辛辛苦苦，很甜，没有加糖的，它本身就很甜，原汁原味啊。嚯，那个汁，火候拿捏得很好，因为有时候如果太烧的话，你直接会焦。可是如果那火候不够的话，它就不够脆。让我教你们，你们现在拿你的 papadum 哈 ，crack it 啊，然后沾这个3包。哦，这是什么来的？不带啊 ？This is 不带。那这个不带哈，生吃哈是很爽的一件事情。我没有生吃过不带哎。Why？ OK 啊 ，OK right。哦，我要 try 你们的。来，你们要 try 一下，这个是叫做鱼干巴丁。他们说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吃那个巴丁，也就是河鱼，而且它里头就有放的灯波亚。灯波亚就是发酵的榴莲，它很绵诶，弄到。其实这个灯波亚呢，它是发酵了大概3到5天，可是马吉用来煮这道菜的灯波亚呢，它是已经发酵了大概3个月。哇，我觉得这个好像直接拿去冰起来，然后就像 ice cream 这样子挖来吃，感觉挺好的。我觉得我们有个共同点，我们又是主持人，然后又是演员。哦，是。虽然主持我算是半退休了，不过你也曾经主持过。我曾经主持过，就是主持开始的嘛。所以主持跟演戏，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演戏。在马来西亚的话，叫我演的角色都是可能比较凶、比较霸气一点。然后我在新加坡的全部都是很委婉、很委屈。新加坡是让我重新认识我女人的一面。那很好，那很好。我跟她算是 opposite 的。对不对？他是马来西亚来新加坡。坦白说，一个艺人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就是给予你这种支持。那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腹地。真的，对不对？真的。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后来我发现他自己的 reel 啊那些东西，他做其实蛮多很有趣的东西。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认真的角色。可是我慢慢就开始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先，就是有可能我可以比较搞笑、比较有趣，就把这一面做好。曾经我也是有想过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希望我可以演很严肃的角色。我觉得每个演员都希望可以挑战不一样的东西。那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一直要演搞笑喜剧？我演得很累，那观众可能会把我当成傻子。所以说自己是过来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听的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他们纠结的是什么，你要等待那个时间，真的时机一到，你就会有那个机会去展现另外的一个你。可是我是觉得到头来自己也是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是说机会是留给有做准备的人。是，我的确是有做准备，我有做准备吃榴莲。来了，我也准备好了，我看一下，你会开吗？会，可能有点鸡手鸭脚啦，不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另外一个种植这个菠萝蜜的方法就是接枝，树干中间那边呢就是开2个口拉的皮，通常是大概1年到1年半的树就可以接枝了。这个就是那个接着的部分，对，你就要切一个45度，然后让它粘在一起，粘在一起，你就用一些东西跟它胶布跟它绑起来，对，所以它是借助它来帮助那个小的茁壮的成长。我们就是通过截枝的方式培育一种最新的结实适宜的品种。